当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再看这段话，才明白什么叫做讽刺性拉满，也更相信内娱的大导们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你让他写长征，他只会写，爱上一个女人跟着队伍走，莫名其妙走完了长征。你让他写谍战，他爱上一个女人就放弃了党国的高官厚禄，成为了我党的地下党，各种偷地毒。你让他写战争，他就写战士怕死，因为他自己怕死啊。你让他写伟大的时代，他既不知道什么叫伟大，也不知道什么叫时代，他就知道怕死。谈恋爱，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可以不怕死，这就是他理解的伟大。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片彻底逆袭，只靠观众的自来水口碑，就从无人看好的小成本作品杀成年度黑马，票房一路狂飙，还拿到了戛纳市场放映的入场券。可是这样的题材如果给内娱来拍，会变成什么样呢？内娱拍片从来都是流量优先，故事靠边。如果接手这部作品，第一步绝对是大换血选角。原本影片用的是90%素人演员，导演蓝红春花了9个月面试上千人，只为了贴合潮汕普通人的质朴质感。但内娱导演根本不会费这个功夫，大概率会直接敲定顶流男女主，再塞几个公司力捧的新人。阿嬷的守望故事不重要，新人出圈，流量吸粉才是核心。开拍前几个月，热搜就要铺天盖地，顶流新片路透，新人演技惊艳，这类话题一定要轮番刷屏。哪怕影片还没成型，热度必须先炒到顶峰。选角之后就是贯穿全程的商业植入。原版里阿嬷常吃的无米果是潮汕本土烟火符号，朴实接地气。但是如果换内娱来拍，恐怕这个人文符号直接就被替换成螺蛳粉或者新式茶饮了吧。到时候影片播出，南芝无论怎么样都一定有一条退路，就是去直播带货卖螺蛳粉。给阿嬷的情书原版通篇没有狗血情爱，只有跨越半生的善意、守望和家国乡愁。但是在内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通病，那就是在导演眼里，没有恋爱就没有热度，所有角色都要强行凑 CP。如果内娱来拍，那么远赴泰国寻亲的孙子、默默助人的谢南芝、坚守故土的阿嬷，都一定会被安排一个暧昧拉扯、误会纠缠的恋爱戏码。好好的温情纪实故事，直接沦为俗套爱情剧，说不定为了制造噱头，结尾还要强行加悬疑反转。原版干净克制的结局会被改成开放式留白，甚至加个彩蛋暗示阿公并未离世，埋好伏笔，筹备3部曲。最后再来一段慢镜头煽情配乐，刻意催泪，赚足观众眼泪，套路满满，毫无真心。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原版无可替代呢？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生活本身的模样，没有一丝工业雕琢的痕迹。整部影片的核心线索就是侨批，也就是老一辈潮汕人下南洋时寄回家的书信和汇款单。故事底色是半个世纪的守望和陌生人的温柔善意。潮汕阿嬷叶淑柔一辈子守着老家老屋，日复一日等待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的书信。几十年间，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支撑着她熬过清贫岁月，守住一家人的生计。所有人都默认远方的丈夫在异国打拼，心系家人。直到孙子小伟远赴泰国，想要寻找传闻中在南洋发家的阿公，以此解决自身债务危机，才撕开了藏了18年的真相。真正的郑木生早在1960年就客死异乡，18年来坚持寄信寄钱的人是和他们家素未谋面的同乡谢南芝。当年郑木生临终前唯一的心愿就是拜托同乡不要让老家的妻儿得知死讯，免得一家人崩溃无助。就此，谢南芝接过这份嘱托，用18年的坚守替陌生人撑起一个家的希望。整部影片的班底更是打破所有流量套路。导演蓝红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深耕潮汕方言电影多年，只想拍出本土真实的人情烟火。整部片子最惊艳的就是饰演阿嬷叶淑柔的演員，今年已經70多歲，是實打實的本地素人，没有任何专业表演功底，这辈子从没演过戏。可是他那一句人海往地，心动两乐，不敢表扬。除此之外，演员阵容里70%都是素人。女主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只是一名普通大学生，被导演偶然发掘。谁都没想到，这部上映前被预测仅7000万票房的小成本方言片，能一路逆袭。上映23天，票房直逼8亿，碾压一众流量大片。它能爆火逆袭，从来不是运气，而是戳中了当下影视圈最稀缺的东西——真诚。多少影片沉迷流量套路、狗血剧情，刻意煽情，把观众当情绪韭菜。但给阿嬷的情书全程零滤镜、零魔改、零工业糖精，只是安安静静讲好了一段真实的岁月温情。他用最朴素的故事讲透了中国人最珍贵的情谊和坚守。更难得的是，影片守住了文化底色，以侨批为载体，再现了潮汕人下南洋的奋斗岁月，承载着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让小众方言文化、侨乡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苦难轻轻讲述，温情润物无声。在内娱还在用各种特效服画到 OST 来展现心动瞬间的时候，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帧帧无期书柔开头的书信，就让观众再也走不出来。在内娱还在用各种宏大的场景来展现大义的时候，给阿嬷的情书里南芝一直在践行的我答应过，就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厚重。这样的电影怎么会不成功呢？反倒是内娱该醒醒了。